世界蛇万岁！开个玩笑，用一个亲切的开场，试着为我们的谈话创造点融洽的氛围。言归正传，欢迎世界蛇的领袖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与你相遇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我了解你的身份，我敬佩你的事迹。你是卡斯兰纳之血的先祖，是带领前文明的人类抗争至中焉的英雄，但同时，你也是世界蛇的尊主，是圣痕计划的执行者。凯文·卡斯兰纳，你是来向我宣战的吗？你错了，世界蛇无意与天命为敌。我来这里只为一个目的，我要你协助圣痕计划。提出要求就要支付代价，你要用什么来换取我的承诺？我不需要你的承诺，服从或毁灭，你只有这两个选择。不，这可不是个好决定。要知道，不管你拥有多强大的力量，现在这个世界依然是由我的天命所维系。想象一下最坏的情况，天命会倾尽所有的资源力量，与世界蛇战斗至最后一刻。没错，天命会输，但你一定会失去时间。你会失去最宝贵的时间，那样的话，你就不可能在末日降临前实现圣痕计划了。你不会想要这样的结果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是时候好好谈一谈了。毕竟，我也不希望和世界蛇开战。你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也有自己的计划，一个在中焉到来前必须完成的计划。但崩坏正在加剧，以远超人类想象的速度。随着文明推演，文明的宿敌也在进化。如今蔓延世界各地的无规律崩坏现象，正是下一次虚数入侵的预兆。第五律者马上就要降临了。没错，你有你的使命，我有我的夙愿。但倘若中焉律者降临，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时间在流逝，对你如此，对我亦如此。与其僵持于无意义的斗争，我认为合作是一种更好的选择。我需要一样东西，一样在你手中，但对你已无价值的东西。得到它，我500年来的夙愿也就得以实现。作为交换，到那时，奥托阿波卡利斯这个人就会从世界蛇面前彻底消失。你想要什么？第二神之剑，永劫之剑，千界一成。我知道他的信标仍在你手中。天命得到的神之剑并不完整，它最重要的部分在1500年前和你一同被那位先行者封印入了量子之海。只有在信标的指引下，它的地灵额定功率才能完全启动。你想要抵达虚数之树？没错，
观测绝非永劫之剑真正的用途，它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再现空之律者的力量，创造一座通向虚数之术的大门。门的那头是永恒的瞬间，是终末的起源，是一切真理与法则的诞生之地，是我一定要抵达的终点。你知道那样做的后果？我知道，你也知道。正因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，这场交易才有它的价值。把信标交给我，你将换得一切：和平、资源，还有时间。提出要求就要支付代价，你要用什么来换取它？很好，没错，对等。对等是一切的基石，一切的支柱。要完成如此历史性的合作，我就必须献上与之等价的诚意。权力、财富、知识、技术，我知道这些俗物都不值一审，与你相称的只有这份礼物。得到了它，你也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傀儡，一个在我离开后依然能操纵天命的傀儡。现在我将虚空万藏交还于你。喝杯咖啡吧，你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。谢谢。我不敢相信，这实在太突然了。3天前，在天穹市的时候，他明明还那么健康，明明什么事都没有。我已经通知了修伯利安，他们会立即赶来与我们会合。瓦尔特盟主也在关注此事，你放心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律者。虽然我很想快点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但侦察站反映，极东附近一直有天命部队出没的痕迹。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一旦遇敌就麻烦了。稳妥起见，还是等待支援抵达吧。博士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在正式的诊断结果出来前，请不要告诉 Kiana 她的情况。她很危险，她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可我担心，她一旦知道了那些，又会不辞而别。我了解他，他从以前开始就喜欢一个人承担所有。我不敢想象，一直以来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独自流浪。我明白，我答应你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住他的情绪。谢谢。他应该快醒了，我去医务室看看吧。等一下。这是洗把脸再去见他吧，这是你们时隔4个月的重逢，打起精神来。牙医。
牙医，好久不见。不对，我们前几天才见过。天哪，你醒了？刚醒没多久，睁开眼发现自己在不认识的地方，还有点慌张。不过看到牙医，我就全都明白了。没想到，最后还是被你找到了。怎么啦，牙医？不要拿东西丢我啊！这不是我弄丢的外套吗？你这个笨蛋，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？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，有多想念你吗？为什么宁可一个人躲在长空室，也不来联系我们，也不来找我们？新发型很适合你，我很喜欢。牙医果然什么样子都很好看。对不起，我回来了。天哪，你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提安娜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刚睡了一个安稳觉，我现在可精神了。你能平安回来，比什么都好。你受了一些小伤，特斯拉博士已经妥善处理了。他说你劳累过度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你应该还不知道，极东支部已经脱离天命，与逆商联合了。博士是逆商的高层干部。这4个月里发生了许多事，我会一点一点告诉你的。既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大家一定也变了许多。不知道布朗尼亚那家伙有没有长高点？我猜没有。他还是原来的样子。现在修伯利安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们了。有点紧张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。牙医，干等着也很无聊，在大家到之前，我想再出去转转，调整一下心情。出去？现在？可是你需要休息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静不下心，多走走，多动动，才恢复得更快。一直躺着，身体和心都要锈掉了。而且难得回一次长空室，走之前我还想再多看几眼。好吧，但我要陪着你一起去。那不是更好吗？我都忘记上次和你一起郊游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有牙医在身边，我什么病都好啦。唉，你呀，这可不是郊游哦。果然还是外面的空气好。提安娜，把外套穿上吧。哇，洗得好干净，谢谢阿姨。以后可别再弄丢了，你穿着它很合适。你这么喜欢啊？那我以后就一直穿着它。我们出发吧，难得特斯拉博士同意你下床，就不要磨蹭了。提安娜，你才刚刚恢复，不要太勉强。知道啦，不过我真的没事。Lightning Blade！ 看，是长空壁。3年前，我们在那里休息过。
Leiden Blade， Leiden Blade， 我们走了多远了？有一段距离了，稍微休息下吧。到处都是一样的景色，街道、大楼都沉到水底下去了。牙医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也像现在一样在城市里穿行。记得。你一边跑，肚子一边叫，3句不离吃的。你怎么就记这种事啊？你变了。开玩笑的，我都记得。你带着我一路冲破死尸的包围，我们去过神社，去过大桥，可惜那些地方现在都被淹没了。那时候还有 Bronya， 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。日子过得真快，怎么都已经3年了？这3年里，我们都变了许多。是吗？我倒觉得其实也没怎么变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我们都还和以前一样呀。牙医，再陪我走一段路吧。还要继续向前吗？我们已经离黑利欧斯有些远了。我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去的地方，我想回千羽学园看看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整个长空室都被水淹了，根本认不出来该怎么走啊。牙医，你还记得去千羽学园的路吗？我印象里好像是在更上游的地方。其实，我昨天有在远处望见过学园的教学楼。真的吗？在哪里？从这里可以过去，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走到学园。那里应该什么都没有了。没关系，就算是废墟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哎呀，牙医最好啦，带我去嘛！唉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跟我来吧。我记得是在这个方向。到了，昨天我就是在这附近望见他的。我们继续前进吧。糟了，这里是死路。这下糟了，前进的路都被水淹没了，似乎没有能过去的地方。天哪，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Kiana， 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想到回长空室来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就是想看看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。
当时我刚从世界蛇和天命的冲突中逃出来，脑袋里一团乱，身体也很不舒服，一心只想着找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冷静下来。不知怎么，我就想到了长空室。可能人在迷茫的时候，就会想回到起点吧。我在这里遇到了你，遇到了大家，我想找回当时的那种心情。牙医，算了，没事。怎么了，提安娜？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事。这4个月里，我路过很多城市，遇见了很多因崩坏而受难的人。我一直逃，一直逃，却始终无法逃离那场噩梦。最后，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只是逃，比起逃跑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做。我必须面对人群，面对大家，面对自己的命运。我不是基安娜·卡斯兰娜，不是老爸的亲生女儿，我是实验体 K423，是空之律者的容器。不是的，没关系的，亚伊，没关系的。承认这一切，并不代表着我要自暴自弃。相反，它让我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。封印空之律者是我的责任。不仅如此，我可以用它的力量去保护那些受难的人，去弥补崩坏给世界造成的伤痛。我在天穹市帮助了许多人，也没能帮到许多人。但那段时间让我逐渐明白了一件事，亚伊，或许我的诞生只是一场闹剧，但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事。或许我的故事并不美好，但我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这是我对他的承诺。天哪！现在想来，这或许就是我回到长空室的理由。这里是一切的开始。3年前，我曾在这里奔跑、战斗，朝着远方前进，与你和大家相遇，许下为世界上所有美好而战的愿望。这是我的初心，而现在，我依然能在这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想到这些，也就没那么害怕了。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，提安娜。不管你叫什么名字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就是你，是我，是大家最重要的伙伴。我们永远会陪伴在你身边。亚伊，谢谢你。4个月里，我想象过无数种重逢的画面，但最后能在这里重新遇见你，真是太好了。唉，只是可惜没能去成千羽学园，总觉得心里憋了一口气。等风波平息下来，等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们再回来，再一起回到千羽学园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如果在外面待太久，特斯拉博士会担心的。我知道啦，牙医先走吧，我想再看几眼学员，马上就跟过来。海水又长高了，崩坏能正在一点点从土里、水里冒出来。果然，长空室很奇怪，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爆发出来。不行，我不能把它卷进来。
说了一堆话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我感觉好多了，不如我们比赛跑回去吧。别得意忘形了，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个声音是那边传来的。这是崩坏兽，贝纳勒斯。Kiana， 别靠近他。牙医，等一下。他在呼唤我，我总觉得他和别的崩坏兽不太一样。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Kiana， 你在做什么？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但还是拼命想站起来。好奇怪，看着他，不知为什么有种令人怀念的感觉。这样你就有精神了吧？你看，他不打算攻击我们。他竟然会听从你的命令。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总感觉如果就这样放着这家伙不管，他反而会做出一些危险的事。既然他愿意乖乖听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Kiana， 他一直在跟着你，我觉得他似乎不想离开。我们要带着他回 Helios 吗？哎呀，糟了，我没想到这一点。不过那个红头发双马尾博士应该挺好说话的吧？我说啊，野猫野狗也就算了，我可从没听说过有人出门捡崩坏兽回家的。先是赛博改造人，然后是难民小女孩，现在又来一只审判级崩坏兽。我猜下一次是不是直接带个世界蛇干部过来开派对？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算了，我没生气，只是有点没想到。不过某种意义上来说，Kiana能驯服他是件好事，减少了一个难缠的敌人，暂且就让他跟着 Helios 吧。言归正传，我有事找你。你们出门时，本部那边有结论了。找到治疗 Kiana 的办法了吗？特斯拉博士，跟我来吧，他希望能亲自向你说明。爱因斯坦博士，你有话要对我说。牙医，你应该已经从特斯拉博士那里得知了 Kiana 的身体状况。我知道，情况很不乐观，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博士，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救他。牙医，我认为你有知道这一切的权利，所以我会将事实向你全盘道出，不做任何隐瞒。经过讨论，我
我们建议将 Kiana 立即转移至北冰洋附近的8分湾基地，并做好安全防护。逆商会保护他远离危险，阻止更糟糕的情况发生，同时将风险控制在最低。风险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牙医，你冷静听我说。Kiana 的病情很严重，绿者核心在持续侵蚀他的身体。我们推测那些核心中还残留着西林的意识，要想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，就必须将它彻底消灭。但除了 Kiana 自己，没有人能够干涉这个过程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改变不了现状。我和特斯拉博士设想了很多方案，我们考虑过用外力强行剥离他体内的核心，或是用中和血清清除他体内的崩坏能，但最终这些方法都被放弃了，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说得更直白一些，我们没有办法治愈他，甚至无法缓解他的症状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们就只能袖手旁观，眼睁睁地看着他？爱因斯坦博士，请你再想一想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只是多为他争取一点时间，我也什么都愿意做。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吗？对不起，牙医。Kiana 也在努力对抗侵蚀，我们只能相信他，同时尽全力寻找治疗他的方法。但如果形势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，我们也得做好最悲观的打算。最悲观的打算是指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这个问题。我明白了。牙医，外面有人来找你，是那个难民女孩。要不你先去看看她有什么事？我知道了。这对她太残酷了。做个深呼吸，调整一下吧。你的状态也不好。接下来，我们还要面对 Kiana 本人。牙医，下午好。小空，你怎么来了？说来你可能不信，老师这次回来竟然是要带我们离开长空室。他说在外面准备了一个新家，要带我们去住一段时间。大家可开心了，都在收拾行李呢。可我还是惦记着你和 Kiana 的事，就悄悄溜了出来，想在走之前看看你们。听老师说你已经把她带回来了，她现在在哪里啊？对不起，Kiana 有些累，在里面休息。哦，这样啊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那请收下这个。这是晴天娃娃。是的，我自己做的。我每天都向他许愿，离开长空室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没想到这一天竟然真的要来临了，所以我想把它送给你。我希望牙医的心愿也能实现。你和博士都是很好的人，是除了老师以外对我们最好的人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再见了，牙医。等一下，城市里很危险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们再一起走一段路。
Lightning Blade。我们到了，去吧，大家一定都在等你。怎么了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牙医好像有心事。明明已经找到 Kiana 了，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呢？难道是吵架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有一些小麻烦，不用担心，我能处理好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如果 Kiana 不开心，牙医就做咖喱给她吃吧。你的咖喱能让大家都绽露笑容，给 Kiana 吃了，那些不开心的事一定也都会烟消云散的。谢谢你，我会试试看的。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和大家集合吧，马上要出发了。好的。他可真是喜欢你。那孩子一直念叨着要和你说声再见，我一不留神就被他溜了出去。你要把孩子们送去哪里？别露出那种怀疑的表情。放心，是很安全的地方。我一直想把他们带出去，这次终于抓住了机会。说到这个，我还要感谢你。他们以前还有些害怕外面的世界，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害怕陌生的环境。但你改变了他们的想法，你让孩子们知道了，这世上也有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和善意。你填上了那个绿者在他们心中留下的空洞。希望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。回到正题，看那副消沉的样子，想必你也充分了解 Kiana 的现状了。我没有说谎吧？逆商的确会想尽办法为他治疗，但最终都是徒劳。你们打算用什么救他？理想、希望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？住口！失礼了，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嘲笑你的，也没兴趣和你再打一架。我只是觉得，有些事你或许会想知道。雷电牙医，世界蛇想和你做一场交易。你不是想救那个女孩吗？天命做不到，逆商也做不到，但世界蛇可以。什么？如果你对我的提议感兴趣，2小时之后再一个人回来这里吧。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，先失陪了。等一下，把话说清楚。把这件事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可别告诉别人。世界蛇的尊主会在此等待你的到来。空，行李收拾好了吗？都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不过，老师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些事要做，稍微晚点出发。放心，马上就会追上你们。你是这里最乖的孩子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带领好大家。打起精神来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去外面看看吗？新家很宽敞，
还有许多你们喜欢的东西，和长空室很不一样，好好期待一下吧。我会好好享受这次旅行的。舰长醒醒！初次见面 ，Kiana， 牙医应该向你提起过我们，但还是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弗雷德里卡·尼古拉特斯拉，这位是利瑟尔·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我们都是逆商组织的成员，现在和极东支部是合作关系。我知道，这4个月发生的事，牙医都告诉我了。对了，牙医没有和你们一起来，他不在吗？他有事出去了，暂时不会回来。这样，那我也不用顾虑了。我的情况不妙，对吧？不用瞒着我了，自己的身体我再清楚不过了。开始只是觉得有点迟钝，但渐渐的就感觉不到疼痛了。现在身上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伤，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Kiana， 修伯利安正在赶往长空室，我们会马上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基地，逆商会尽全力保护你，为你争取更多时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相信你们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什么事？长空室正在面临危机。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有这种感觉，水里的崩坏能浓度高得吓人，崩坏兽的活动也比其他地方频繁许多。2天过去，海水还在上涨，敌人也变得更多了，就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关于这一点，特斯拉博士也在报告中提到了。对，根据2天的实地探测，可以确定长空室的崩坏现象正在不断加剧。这里原本就因为第3次崩坏积蓄了大量崩坏能，但现在情况还在不断恶化。最开始我以为这些变化是受空之律者的影响，可目前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回事。不是我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引起了长空室的异变。崩坏能的浓度还在不断上升，已经到了爆发边缘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后果会不堪设想。你说的没错，逆商已经准备了救援部队，一旦长空室临近爆发，会马上采取行动。虽然极东是天命的管辖范围，但我们不会坐视不理。博士，我有另一个办法能阻止这场灾难。我可以在灾难发生前，将长空室的崩坏能全部吸收到体内，用空之律者的能力。喂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 Kiana， 我们不会让你那么做的，你不能再使用律者的力量了。长空室的问题由逆商来处理，请相信我们。爱因斯坦博士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也希望一切都能顺利，能有惊无险地度过这场危机，是大家都希望的结果。但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控制，我希望你们能让我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。关于这部分讨论就到此结束吧。等修伯利安抵达长空室，我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。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事吗？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。请说吧。离开这里后，我会听从你们的安排，收容、治疗都会配合。我知道自己是颗炸弹，隔离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最安全。所以我希望极东支部的大家能远离这一切。我希望他们不要靠近我，在空之律者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前。你知道，他们一定会陪在你身边。对，我很清楚，所以才要拜托你们，我不能让他们身涉险境。
在天穹时，第一次看到雅伊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变了好多，她变得好憔悴，好疲惫。虽然她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，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她好不容易才在圣弗雷亚得到了伙伴，得到了归宿，得到了那些她曾经失去但又无比渴望的东西。她本来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可我却亲手毁掉了那一切。无数个寒冷的夜晚，无数场噩梦中，我看着他的胸口被一点点撕裂，看着燃血的宝石落入自己手中，看着他失去气息，慢慢跌倒在血泊中。那都是空之律者做的，不是你的错。他们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知道，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更无法接受。就算发生那样的事，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相信我，他们依旧把我视作同伴，他们一直在等着我回来。所以，如果我再次变成那个怪物，他们一定不会抛弃我，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又要害死多少关心、在乎我的人？我绝不能让那种事再次发生。这是我和西林之间的事，我必须和他做个了断。但我不想他们再被卷入这一切，我不想再看到身边的人受伤了。现在，让我们想象一棵树，虚树之树。有一棵巨大的树，它的树尖目不能视，它的枝叶遮蔽天空。在树下是一片广袤的海，它的深度无法探测，它的边界不可触及。天地间只有一树一海，于是他们开始了永无止境的竞争。大海不断扩张激涨，巨树不停扎根生长，一边想要淹没对方，一边想要吸收对方。树在海的浸润下度过恒河沙的岁月，分叉出阿僧奇的枝干，结下了纳尤他的花叶。就在这漫无尽期的过程中，在某个微不足道的角落里，在某株焕发新生的叶芽间，名为人类的文明诞生了。
想象一下，虚数才是人类的起点，是文明的起始。时间在虚数之树的树干上流动，像树冠一样分叉出无限的世界。每一株枝干都是一种文明存在的形式，每一片花叶都是它们在时间维度中留下的现在与曾经。然而，世界的发展需要约束，在与量子之海的竞争中，枝叶生长的方向不断遭到一种机制的筛选与纠正，一种自然形成的机制，一种源于虚数的机制，一种哺育滋养的机制，一种洗礼淘汰的机制。对于人类，那便是名为崩坏的灾祸。没错，没错，人类永远也无法逃离崩坏。人类只能前进，因为虚数之树必须生长。若非如此，我们终会像那些失败的世界一样衰败凋零，成为量子之海中的另一个泡影。若想获得永久的宁静，人类就必须回归文明的起点，回归于虚数。而我所追寻的答案，必然存在于那虚数之树中。我很高兴，这场会谈达到了最完美的结果。让我们尽快完成信标的交接吧。对于时间地点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你决定就好。容我想想。我不想再等了。我希望他能立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启动第二神之剑需要崩坏能，大量的崩坏能。有了，眼下恰好有一处再合适不过的地点。那是第3次崩坏的发生地。没错，3年前他留下了与虚数之树相通的起点，纵使第3律者陷入沉睡，崩坏能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起点中释出。那些能量顺应着大崩坏的催化不断增幅，即将到达爆发临界。多么完美的巧合！3天后，天命会将千界一城转移至长空市，在得到信标的同时，我就要开始第1次试验。嘿，这就走了？哼。真是遗憾呐！我还想和你一同举杯庆祝，凯文·卡斯兰娜。我相信今日的这场会面，对你我，对整个世界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。为天命与蛇的联合，干杯！咦，牙医，你回来了？刚回来，我担心城市里危险，就送了小空一程，路上花了点时间。Kiana 还在医务室吗？对，刚刚又做了一次检查，情况还是老样子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修伯利安不久就能抵达，我们马上可以离开这儿了。Kiana 醒来后还没吃过东西，她肚子应该饿了，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能吃的吧。牙医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鸡窝头这个人呀，太正经了，说话都是摆事实讲道理。作为科研人员是好事，
但生活中难免会有些死板。他说的那些，你不要太放在心上。没关系的，特斯拉博士，我没事。我和逆商相处了4个月，知道你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，一定能做出最合理的判断。我很感谢你们愿意把事实告诉我。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，我们会努力找到解决办法的。谢谢你。牙医，你回来了。我想你应该饿了，就做了点吃的。哦，是牙医做的咖喱。先用它填填肚子吧。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，我再去准备。好吃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慢慢吃吧，饭不会少的，别噎着了。我吃饱了。结果4个月过去，你的胃口和吃相倒是一点都没变。别说了，这段时间我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尝到这么令人开心、令人怀念的味道了。这爽口的感觉，这恰到好处的辣味，果然还是牙医的料理最合我的心意。你能喜欢就好。我之前还担心会不会有些太辣了。没有，辣度刚刚好，一边吃一边出汗，让人很舒服，我很喜欢。喝点水吧，别呛到喉咙。听博士说，休伯利安接下来会把你送去逆商基地检查，你要好好配合，乖乖听话，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人。知道了，别担心，牙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蒂安娜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去洗盘子，你再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甜椒咖喱，怎么可能会有辣味啊？莱登 Blade， 莱登 Blade。豆芽说的地点就是这儿，没有人在。小空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你来了。不多不少，正好2个小时。我喜欢像你这样守时的人。按照约定，我一个人来了。看来不用我多问，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跟我来吧。孩子们离开后，这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，都快变得和下面那片废墟一样了，安静、荒凉，一点生机都没有。他们之后会怎么样？
会在先进安全的设施里接受进一步治疗，人工调控的崩坏能环境，定制的程序化护理，更大更自由的生活空间。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体验，都和巢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。当最后一个疗程结束，那些孩子将完全觉醒圣痕，到那时，他们就能走出过往，开始新的人生。世界蛇会让他们离开？这些孩子都是珍稀的圣痕觉醒者，我不觉得你的同伴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他们会的，因为这是尊主的命令，是他许诺给我的报酬。报酬？我们到了，尊主就在这扇门后，他想单独见你。开门吧。真令人吃惊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天真单纯的好孩子，可不过几天，你的眼神却判若两人。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次蜕变。希望你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去吧，祝你好运。你是？你是？凯文·卡斯兰纳，世界蛇的领袖。卡斯兰娜。雷电牙医，你有想要挽救的人，但天命和逆商都无法实现你的愿望。我向你承诺，世界蛇能拯救那个女孩。你的条件是什么？你我要知道具体的方法，然后看着他脱离危险。如果你们真的能做到，那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个叫做凯安娜的女孩已经危在旦夕，核心的侵蚀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想让她活下去，就必须立刻将多余的核心从她体内分离。方法只有一个，我会让你重新成为雷之律者。什么？你是被选中的律者，你的身体里永远留下了与虚数之术相通的门。当第三次崩坏残留的能量被那道门吸收，你将再度觉醒，从提亚娜手中夺走雷之律者的全能。新的律者核心会在你体内凝结，而征服宝石则会瓦解消失。减少一颗核心，它的症状也就得以缓解。只要我成为律者，提安娜就能得救。没错，那我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。3年前，是他将我带离了黑暗，没有提安娜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为了他，我很乐意回到那片黑暗中。但如果我又一次被崩坏操纵，我希望你能……你不用担心，那种事不会发生。你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成为律者之后的事。这一次，
你救得了基安娜，可下一次，他依旧会设身险境。他必定会再次使用空之律者的力量，一次又一次，为了身边的人，为了这个世界。只要崩坏存在，只要律者诞生，他就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不断把自己推向死亡边缘，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见过无数与他一样的人，即使面对死亡和恐惧，他们依然会坚定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去走自己相信的路。他们走了，一个都没有回来。不，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。你无法阻止他，否则你根本不会来到这里。但你有另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成为蛇的一员。你说什么？很快，律者就会接踵而至，人类与崩坏的战争将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你可以选择与世界蛇同行，消灭崩坏，捕获律者，封印他们的全能，让空之律者再也无法增长他的力量。只有离开基安娜身边，你才能真正保护她，远离危险。而当圣痕计划完成的那一刻，你和她就能回归人类。发生了什么？时间到了，门已被开启，不久之后，虚数之术将在这座城市显现。沉睡的崩坏能会从地脉中释出，吸收它们，你就能重新成为雷之律者，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。但若要真正挽救他的生命，你只有一条路可走。是否要相信我，相信世界蛇？我会给你时间做出决定。雷电牙医，提安娜的命运把握在你的手中。我不需要说服你，因为你比我更清楚。他的理想能拯救世界，却救不了他自己。这些怪物是量子之影，为什么长空时会出现量子之影？莱登 Blade， 莱登 Blade， 大楼在摇晃，地震，不。海水在下降，不对，是潮在上升，建筑在向天空中聚集。距离特斯拉提供的汇合坐标还有30公里，航道正常，没有发现敌人。之前侦察站看到的天命部队呢？在极东列岛西岸降落了，似乎没有继续前进的打算。恐怕天命也察觉到了长空时的异常，
所以提前出动女武神驻扎在附近的城市中。逆生的救援部队也已就位，一旦那些崩坏能爆发，他们会立刻开展行动，将损失控制在最低。我们绝不能让 Kiana 使用控制律者的力量。唉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很安静，过于安静了。这种感觉让我想起了天命之战，很不安。啊！怎么了？报告，长空市出现异常崩坏反应。数个不明单位以时速320公里从正前方高速逼近，正在捕捉目标影像。敌袭？是天命？不是量子之影，量子之影正在攻击修伯利安。舰首受到强烈冲击，近防炮脱落。你说什么？这里怎么会有量子之影？可恶！让伯尼亚他们立即兵分两路，保护好舰台和主机房。甲板的敌人交给我来解决。人再多一些，就能举办露天野餐了。呀！哈！哈！哈！呀！哈！哈！呀！哈！哈！呀！嘿！我们 Justice！ 哈！呀！哈！呀！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把这里全部毁。灭道光是长空市的方向。德丽莎女士，下一波敌人正在接近。爱因斯坦博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到海水在翻腾，是海啸，海啸和风暴正在涌向城市。为什么极东会出现量子之影？长空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长空市的崩坏呢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水下渗出，朝着空中的光带聚集。那绝对不是量子之海。德丽莎女士，我们恐怕有大麻烦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一晚，我偶然走到窗边，抬头看向星空。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仿佛不是我在仰望星空，而是星空在俯视我。浩瀚的银河下，我那么渺小，人类那么渺小，周围的一切都在那个瞬间变得微不足道。当时，我立刻产生了一种想法。我相信，天空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每一颗星星都是敌人？没错。物理课本上有一张空间探测器从64亿公里外拍下的地球照片。哦，我记得，那图里什么也没有，找了半天才看到一个小小的蓝点。那是地球，我们诞生长大的这颗星球。存在了46亿年的这颗星球，在宏大的宇宙中，也不过只是一个渺小的光点。人类数千年的历史，数十亿的生命，数不胜数的知识、文化，从宇宙的尺度来看，都不值一提。我时常会思考，对于如此广阔的宇宙，一个人究竟能有多少意义？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感觉很新奇。过去我和别的女孩子约会，说到星空，接下来会聊的都是星座、血型之类的话题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会从星空谈到宇宙和人类的女生，不愧是你。我是说你很独特，与众不同。请继续说吧，刚才的话题挺有意思，我还想听。我已经说完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哦，对，我想想，就像你说的，宇宙很大，地球太小，可能对这片星空来讲，我们还有我们所在乎的一切，都毫无意义吧。确实如此。真是个沉重的结论。但尽管如此，我、你
还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，还是在有意义的活着。我们活着，我们存在，做出人生的每一次选择，把握当下的每一个瞬间。人类原本没有意义，可我们赋予了我们意义。现在你又像是个哲学家了。在宇宙本质的问题上，科学和哲学原本就有相通之处。我很好奇一件事，怎么了？你完全不像是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，但我说的话，你却一直听到现在。你真的觉得这场对话有价值吗？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。你问我有没有价值，我也答不上来。因为你说的这些东西，我估计只能听懂一半，可能还不到一半。但是啊，你认真说这些事的样子真的太吸引我了，所以我想继续听下去。只是因为这种理由？对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如说我也想知道。我会好好向你学习，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的。你终于笑了。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。今年夏天，我要去木大陆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，会有许多著名的物理教授和学者到场。我打算和他们交流，探讨我的想法。或许听起来有些自傲，但我想结识那些能改变世界的人，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我想看看自己能在这片星空下前行多远。加油！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将自己今天说过的话统统实现。那你呢？凯文同学，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没有你那么崇高的理想，改变世界什么的对我太遥远了。我只想过好眼前的日子，珍惜每一个朋友，享受每一个现在，过得开心，活得自在。你一点都不考虑以后的事。哎呀，不想考虑。世界那么大，总有欢迎我的地方，总有等着我去做的事。可如果只是一味看向前方，我就会错过站在身边的人。我毕竟还是个高中生啊，活得天真一些，快乐一些，才像是我。真是个轻浮的人。不过，祝你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希望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。哦，对了，不如这个夏天我和你一起去木大陆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超
长空是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世界蛇的人在哪里？天哪 ，Helios 有危险！量子之影还在显现，他们的样子变得更凶恶了。好疼，脑袋又开始了。莱登 Blade， 莱登 Blade， 牙医，你没事吧？提安娜，莱登 Blade， 呀！提安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身上的伤，你怎么能随便离开 Helios？ 我才要问你这个问题。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大家突然就找不到你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不说这个了，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现，你快回去和博士会合。回去？那你怎么办？我还有事要做。那道光柱，我见过这幅景象。使用空之律者的力量，我可以关闭天上那个大洞，解决这场风暴的源头。什么？不行，你的伤都还没恢复，你不能再继续战斗了。牙医，我不能放着他不管。怪物还在出现，崩坏能也在聚集，这场灾难很快就会蔓延到其他地方。我必须阻止它。不要再任性了，你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吗？做那么危险的事，你的身体会……那不重要。天哪！牙医，我都知道的。自己的事，身体的事，我都一清二楚。不，老实说，我也很害怕，想到可能会死，身体就忍不住发抖。可是，我不能因为害怕就逃走。我要去做我能做的事，去负起我应负的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面对那些因我而受伤的人们，面对曾经的自己，面对妻子老师。牙医，别担心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安心等我回来吧。天哪！不要！
抓紧我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在做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我在救你啊！快，另一只手也抓住我！不要，趁着我还有理智的时候，快照我说的做。不管有什么事，等爬上来以后再说。我好不容易才让你恢复正常，怎么能放着你不管？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明白的话，就快点动起来啊！那场灾难让我遇见了你，我的人生第一次与另一个人交织。从那天开始，孤独和冷寂都渐渐离我远去。不知何时起，我已不再畏惧黑暗，因为我知道有一束光永远在那里。提安娜，快回来！不，求求你，不要再战斗了！雷电，爆裂！不，求求你，不要再战斗了！提安娜，快回来！牙医，有牙医在的话，就相当于有100个人的力量啦。 100个人的力量，我又不是什么超人。不，只要牙医在我身边，就已经感觉获得100倍的力量了。真是只有提安娜才会说出的话呢。力量，现在的我还能给你力量吗？提安娜，你不是还想成为 A 级女武神吗？如果这次考试没有通过，你就要从 B 级降成 D 级庶务女武神了。如果成为 D 级女武神，就只能负责支援和后勤工作，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上战场了。后勤，比如小卖部，我不要。那就跟我去训练场，今天也不能休息。牙医，不要揪耳朵可以吗？我总是天真的以为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可转眼间，那个一直围在我身边的你，已经飞向了我无法触及的远方。你们想要夺回这具身体，想要拯救这个女孩吗？
然如此，就让我用他的身体，他的双手，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杀死吧。我要你们扭曲的面容、残破的肢体，成为他眼中最后的景象。亲人、朋友、幸福、梦想、未来、希望，他不该拥有，不配拥有，不将拥有。是我太弱小，是我没能保护你，是我把你推向了现在的命运。牙医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带你回去，回修伯利安。我不能回去，牙医，很抱歉，我不能让你们冒这个险。提安娜，我知道，其实你一点都没有变，你还是那个会笑着对陌生人伸出手的女孩。即使经历了这么多不公，即使知道了世界并不完美，即使有注定无法挽回的悲剧，你也依旧会和过去一样，为了同伴，为了他人，为了你所相信的美好而战。提安娜，你一定能成为英雄，世界在等待着你成为英雄。但是，也许错的人是我。提安娜，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贝纳勒斯，发生了什么？提安娜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空间变化了，这里是雷电爆裂，雷电爆裂。雷电爆裂，不，我不能在这里倒下。雷电爆裂，雷电爆裂。雷电爆
爆裂！雷电爆裂！雷电爆裂！终于结束了。贝纳勒斯，没事吧？必须得快点找到提安娜。什么？身体动不了了？贝纳勒斯。天哪！爱哭鬼，好久不见。你变了许多呀。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来到我的面前，你不再害怕了吗？继续向前，你会落入更深的地狱。你会告别现在的一切，告别同伴，告别家人。你会承受质疑和非议，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你会永远离开他，你再也不能回到他的身边，看着他的笑容，抓住他的手，踏出这一步，就再也无法回头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去
吧，用你的双手将我埋葬，把我的愤怒、我的悲鸣、我的消逝，化作你孤独前行的力量，去向整个世界宣告雷电女王的归来，去成为真正的雷之律者吧。再见了，雷电牙医。自从醒来之后，他便一直在飞。贝纳勒斯、崩坏兽、怪物，地上的人们大喊着逃离，但他听不见那些声音，他只听得见心中唯一的躁动，为女王而战，守护那位唤自己为贝拉的女王。他飞过雪原，飞过群山，飞过星海，飞过尘世，最后他坠落了，再也飞不起来。守着回忆死去的龙，他的心中只留下最后一个声音：女王大人，我想再听你叫一次我的名字。
这样就结束了。我这是……这里是千羽学院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别乱动。你是凯文·卡斯兰娜？你想关闭虚数起点，却遭到了虚数造物的袭击，衰落了下来。虽然我接住了你，但你的伤势依然很严重。控制律者的力量变弱了，这样你也就有了更多时间。你救了我，为什么？感谢雷电牙医吧，是他救了你。你不用再为长空市担心，灾难已经结束，他代替你守护了这座城市。你说什么？牙医？之后的事，让他亲自和你解释吧。他来了。牙医，牙医，发生了什么？你那个样子是怎么回事？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。我会跟你走。很好。雷电牙医，欢迎加入世界社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牙医要加入世界社？牙医，你怎么了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 Kiana， 我现在很清醒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别管我了。为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我才不会让你去世界社。Kiana， 看来你还有一些事要解决。把你想说的话都告诉他吧，但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想说的话，把那些理由告诉他，我就能得到理解，就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吗？不，那只会让他更自责，更痛苦。想说的话，我早已在心中说了无数次。Kiana， 很高兴能遇见你，能和你一起经历那么多故事，创造那么多回忆，去尽情做你想做的事，实现你的理想吧。让我走向黑暗，换你回到光明。去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吧，雷电牙医，欢迎来到这边的世界。牙医，为什么？牙医，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不在乎。抓住你了！你这个笨蛋！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
到此为止了，提安娜。没有，还没有结束。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提安娜，你不该再使用那个力量了。我不会放手的。牙医，有牙医在的话，就相当于有100个人的力量了。牙医，我不会放手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到此为止了。不会放手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牙医，不，不，我是不会倒下的。如果你又变成那个什么绿者，我就再用球棍把你打醒一次。牙医，我不会放手的。牙医，不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够了！不要！放弃吧。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就凭你这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就凭我的拳头！
一直都是这样，提亚娜，你一直都是这样。明明已经遍体鳞伤，却还要勉强自己笑着。你拯救了我，拯救了大家，却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痛苦，甚至付出生命。牙医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拯救世界什么的大道理，我也懂。牙医，但是你要我如何忍受这一切？牙医，不要！我只知道，在我心里，比起这个世界，你更重要。那一天，你向我伸出了手。从你抓住我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命运就被你改变了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如果拯救你是一种罪，那就让我来当这个罪人。再见了，提亚娜。